文总，老大在南门之间睡着了，你该去看看吧。老大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妈的，别一惊一乍的，给吓着。演哑剧呢是吗？没话说就打一场，1对1。这菜算谁的？10月金还是10月的？记住，我叫10月。我不欠10月。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互相倾诉一下。雄性动物之间为了争夺地位而决斗，这不是生物的本能吗？除非你手上有一张能在关键时刻治得住他的王牌。玩火是会自焚的。我和10月都是你玩不起的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那句对不起是真心？那我就继续盯死了常剑雄。常剑雄的道行你是追不上的，别反过来被他摆了一道。哎，文总，准备怎么样？没问题了，正往那边运呢。喂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今天是公司的内部测评会，你已经迟到15分钟了。有点事儿。10月今天可还没来呢。没想到温总这么关心我。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想想看，大哥走了，我以为终于轮到我，可没想到又冒出个他来，跟我抢本来就该属于我的位置，我能过得好吗？啊，懂了，原来你们是宿敌啊！是情敌。大哥的女儿。都试飞完了你才来啊？哎，不追啊？要不要喝一杯？这个点儿，走吧。我跟常剑雄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就像我的小警卫员一样，所以他会对我身边出现的每一个男人，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点敌意。你这句话我应该是怎么理解呢？你是来为了常剑雄向我道歉，还是试探我的底线？我为什么要替常剑雄道歉啊？我更没有必要试探你的底线。那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没话找话说，化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们2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什么尴尬的气氛，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！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，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名分呐，不然我拿什么跟他斗啊？为什么非要斗啊？一山容不得二虎，
我说过了，我的极客飞行不是你们互相攀比高峰的地方。极客飞行当然不是，你才是。你到底有多喜欢南极？你不会这么久连句喜欢都没跟他说过吧？我喜欢你这4个字有那么难吗？先把话放出去，才有继续的可能性啊！你连他是否喜欢你都不知道，怎么就能先说出来这4个字？可你不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不需要知道我喜不喜欢他，我只需要确定他是否喜欢我就可以了。你说人话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那么我说出来这4个字就会对他造成负担。可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是困扰还是开始的？为什么要把我喜欢你这4个字变成感情里的试探呢？这难道不应该是两情相悦时的总结陈词吗？它应该是一段感情里的句号，而不应该是问号。你直男的想法，不懂。女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这一句听不懂，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了。怎么说呢，也没有具体的标准。举个例子，我和十月，一个是循规蹈矩的模范生，一个是放浪不羁的差等生。一个从不越线，一个敢于尝试，一个连我喜欢你都不敢说，另外一个恐怕早就把我爱你说出口了，没有可比性。那你呢？你会怎么选？我其实，在爱情的战争里，没有谁让谁，谁对不起谁。你必须要拉响号角去战斗，为自己争取说我喜欢你的机会。那你觉得我和十月是什么关系？所有人都很清楚啊，亲爹。小说清楚吗？你的犹豫已经说明了答案。我和十月不可能是情敌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会是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是故意看着小乔还是十月走的？追过去破坏，那是最糟糕的一招，不是反倒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系吗？我不去，证明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感情。那你的入股又是为什么？我入股极客飞行是希望极客飞行不被任何人、任何事所破坏，所以，我和十月只是单纯的商人之间的较量。为什么是商人？因为商人才有资格不择手段。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对啊，我该去找你说的王牌了。酒还没喝完呢。谢谢你请我喝酒啊，幸好还有你站在我这边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小乔了？小时候，他被南伯父关在小黑屋里，我就叠纸飞机从窗户里扔进去。他笑了，这个笑声，我愿余生都能听得见。你说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我呢？2秒钟前吧。
不用夸奖我，我没说话。你的眼神出卖了你呀。你在想，技术这么好的人，居然是10个。我是在想，能研发出这么容易操作系统的，一定是南桥。当然容易啊，我模仿你就好了。懒。但其实懒也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啊。如果连懒人都能操作的系统，那说明真正做到人性化了。对懒人来说，最怕的就是有负担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学习成本，不需要精力成本，只要体验飞行的快感。风筝飞得再高再远，也有一根线束缚着它。其实手机对于无人机来说就是那根线，但是无人机又不是风筝。其实它可以没有那根线，真正的解放双手，随心而动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架放下手机，只体验飞行快感，不被操作系统束缚的无人机，对吧？随心而动。你看我干嘛？你看风景啊。你看你的风景，我看你，各取所需啊。我们往那边飞吧。这 CPU 200，怎么说这 CPU 200呢？温总，这刚阶段性胜利就喝酒庆祝啊？我们应该庆祝的是，美国的经销商已经决定签署意向性的协议。哎，可是这老大还没同意呢，就把这没上市的测试机发给美国，万一他出点什么问题？别，说什么脏话，摸不头摸不头。摸摸你的木头脑袋吧。设备有问题吗？没有啊。硬件有故障吗？没有啊。程序有 bug 吗？没有。可是这事儿不跟老大说一声，我老觉得不贴谱。等你们老大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只管科研，你们就跟着他一遍一遍的试飞，一遍一遍的改进。哪知道一个公司的运营，除了技术还需要 money， 没有钱，你们的工资从哪儿来啊？就连你手里的这一瓶饮料钱，都是我一点一点薅来的。明白了。等等。这件事儿出了任何问题，我撑着。你和老大就踏踏实实的做研究，其他的事儿有我在。OK。是美的。这么美的东西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什么人啊？航拍的发烧友，飞行器的爱好者，连普通人都可以把它飞起来。这个不就是你的初衷吗？我的这些初衷，早晚有一天我会通过努力实现的，从来都没怀疑过。依我看来，以你的天赋，你的能力，肯定会实现的。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有些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挺没用的。其实，我一直想把无人机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爸，想让他为我骄傲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这个世界上
只剩下一个人讨厌我的无人机，那肯定是我爸。有些事情就是越努力越背道而驰，根本到不了目的地。那你不用担心了。依我看，你永远不会到达那个目的地。什么意思啊？家人是用来陪伴的，不是用来比赛的。又不是去旅行，哪来什么目的地呢？你心里面设下一个目的地，你自己没有达到，就以为家人不在了。那你所谓的目的地永远不会达到。谢谢啊。你说谢谢我还有点不习惯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家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。没准我爸就是想让我回去陪陪他。这3年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扛的。有无人机陪着我呀，一点都不寂寞。冷冰冰的机器，它是能逗你笑，还是能陪你聊天的？无人机是有温度的，它很温暖的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重要时刻发布了。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重要时刻啊？重要时刻有啊，就是那天在地下车库被流氓追着跑的那个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牵着一个女生在走，这个女生呢，居然跟我跑得一样快，那就厉害了。我下辈子终于不用高处不胜寒了，因为无敌呢是最寂寞的。这一次的试飞啊，我们远远还没有结束。我们试过树林，我觉得我们还得试一下沙丘、山洞，还有就算是下雪，我也想跟你体验一遍。怎么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觉得怪怪的？和我都体验一遍有什么问题？
为什么来这啊？哟，来了。陈师傅，嘿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还行吧，都没有人愿意到我这老掉牙的地方来坐一坐。你随便啊。好。你也对那些老东西感兴趣啊？从前的日子过得多慢啊，悠闲啊，写写字，看看书。这个照片是我拍的。你拍的？嗯。以前的日子多好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哎，陈师傅，哎，帮忙啊，在这个机器上面刻一个字。哦。你想刻什么？写下来吧，给无人机一个记号，那这个生日礼物才特别的有意思。啊，我一时可真想不起来。我都3年没回家了，特别怕把他带回去会是一个累，我反而把事情搞砸了。3年会发生很多事情，可能他特别期待你这份礼物，你不送，到时候又后悔。在我心里，它也是最好的礼物，没有什么能替代的。那就随心而为吧。陈师傅，想好了。哦。来。啊。我也要一个限量版。你真太了解我，陈师傅。来，强盗，帮我刻上去。这么好，聊什么呢 ？ABS 是什么呀？4分 Bugatti 的字母。加一份 Aberfeldy。Aberfeldy 的执着。再加一份 Saint Germain 的个性，桀骜不驯的味道。这就是 ABS。你能不能不这么有才啊？咱能不能给调酒师留点活路？你把活都干了，他们就下岗了。尝尝，根据不同客人的心情，我们要有不一样的鸡尾酒，这就是我的商业策略。怎么样？男人的味道，简单粗暴够直接，苦涩中带那么点儿甜蜜。这品尝丰富的味觉，就好比要看清这男人内心世界，又好像要对着喝酒的人说：“吻我，吻我啊！”
哥，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因为常建雄和泰哥两个人联手没查你，你心情特别爽？他不跟那个泰哥合作呢，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一点道理。要我说呀，这常建雄心里压根儿就觉得跟咱们没法斗。还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呀，他手上已经有威胁到我们的证据了，他不需要。第二，他知道泰哥手上的那些料，他没兴趣。就这2个可能性。看来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，我以为是他跟你一人情呢。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全都懂，那我现在就着手查查他，查查他的底牌。ABS。帮我再拿个杯子。乖了。急什么呢？现在要洗澡了。嗨 ，Hello， 嗨，嘿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嘿，科技改变生活，终于能主宰世界。你想不想让你的店在宠物界杀出一条血路呢？哎，不用担心，你看极客飞行，你看看，让开！你这么忙，是不是应该需要有人帮忙啊？别晃。哎，你这不是在58同城上招助理吗？你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啊？我这需要人，但不需要你。别这样，好，说回来了，极客飞行，咱找那个 APP， 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也好，今天给你个大惊喜。我这店不看人，我也不看病啊。出门左转有药店。
姐，啊，我太热了，出汗。毛巾是他的。哎，没事儿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哎，你刚刚跟我说了5个字。我帮你，我。哎，手机不能开机。手机进去之后不能立马开机，我先帮你把 SIM 卡取出来。不过，即便是手机坏了，我也能保存所有的数据。不需要。我能帮你恢复所有的数据跟信息，这是所有女孩听到最酷的情话了。出去！我出去！哎，这我唯一的技能，我哪儿不去？出去！我哪儿不去？出去！我不出去。那是你哥的位置，你不能坐。我哥不会来了，这位置传给我了。行了，我去给南伯父买生日礼物。欧阳琦，今年你就别给我爸买生日礼物。你说什么？南思已经走了3年了，你什么时候能面对现实啊？你觉得他希望你这样生活吗？我哥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你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了，也不是我爸的准儿媳妇了，不用再为我们南家做任何事情。我和常建雄永远是你的朋友，你今天想干嘛？说，我们陪着你。
哎，给咱爸买生日礼物，你怎么把我们俩带这儿了？摩托车竞速大赛，冠军奖品按摩器，我都惦记好久了，就等咱们仨凑齐了，3重保障。我们俩一个特种兵，一个飞行员，玩这种也太小儿科了吧？模拟赛道太简单，手动操控，太幼稚了。你们俩是怕输给我吧？要晃得这么凶？喂，